你降1块，我就降2块。国内商超两巨头盒马和山姆为了争抢客源，价格战那是打得不亦乐乎。12月14日，盒马总部 IP 地址被山姆 APP 屏蔽的消息更是冲上热搜。有内部员工爆料，连上盒马总部的 WiFi 就打不开山姆 APP， 这难道就是现实商战？然而，现在国内无数超市关门大吉，为啥这2家商超生意火爆，还有余力玩价格战？交钱办会员才能买东西那一套，为啥这么受追捧？这里是知识天梯。山姆超市其实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旗下的会员制商店，它的名字也取自沃尔玛创始人山姆希尔顿先生。自1966年第1家山姆从美国引进中国之后，就开辟了我国会员制商超的先河。但是我国也不甘落后，在2015年，国内首家零售商超盒马鲜生创立。一个偶然的机会，盒马鲜生被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和 CEO 张勇所看到。就这样，盒马鲜生正式成为阿里集团的新成员。随着盒马鲜生正式走进公众的视野，山姆超市可谓是遇到了劲敌，2家超市开始明争暗斗，双双开始降价。盒马甚至还出现了移山价，不过这个山可不是愚公移山的山，而是山姆的山。一时间，外国商超能不能打赢中国盒马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那么，盒马鲜生作为一个刚成立没几年的品牌，它究竟是凭什么和早已进军中国市场的山姆硬碰硬呢？在人们的印象中，超市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便宜低价。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消费意识的不断提高，中国也随之迎来了会员店的热潮。盒马和山姆作为会员制超市的代表，在各自的经营模式上有怎样的独特之处？先说山姆，作为最早入局我国仓储会员店的玩家，山姆在这一方面可以说领先了盒马超市24年。首先，山姆以自有品牌为核心，大部分的商品都是高质量、低价格的商品。而之所以品质高、价格低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山姆超市中所存储的商品数量多，所以分摊下来价格就低了。其次，因为山姆超市中需要大量的产品，所以能够通过和供应商的谈判，进而维持住价格优势。最后，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尤其是一些不差钱的中产消费者，钱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产品的品质才是他们最看重的。因而山姆超市中的高品质商品就对这些中产消费者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能够让他们眼前一亮。说完了山姆，再让我们共同来看看盒马在经营模式上的亮点。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盒马并非强制会员制，有专门的会员店，也有所有人都能进的普通门店。首先在包装上，盒马商品依据本土化规格设计，因此更符合中国家庭的需求。相比较之下，山姆的包装是根据国外大家庭的情况设计的，分量很大，在中国容易吃不完浪费。其次在服务上，盒马差异化新模式为用户提供了新服务。一方面，盒马开启了线上加线下的新零售模式，让消费者无论是在线上购买还是在线下购买，都能够享受到半小时送达的配送服务。另一方面，盒马采用生鲜超市加食品餐饮一站式服务模式，以吃为核心，采取淡化超市、发力餐饮体验的差异化营销，增强了用户体验。可以说，无论是山姆超市还是盒马超市，都有深受消费者所喜爱的地方，而这深受消费者追捧的优点，就是他们独特的经营方式的体现。山姆是会员制超市，需要缴纳会员费，办会员卡之后才能够进去消费。会员分成2种，一种是260元每年的普通会员，另一种是680元每年的卓越会员。为什么即使是这样，山姆会员依然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喜爱呢？山姆之所以设置一定的消费门槛，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一张会员卡来筛选消费者，其中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的消费者。也就是说，愿意为260元甚至是680元的会员卡买单的消费者，自然也就能消费得起超市内的其他昂贵产品。其次，从山姆的经营模式中，你也能够看出来它的优势，就是拥有众多的品牌产品，并且保质保量。
对于追求品质的中产消费者来说，金钱并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事情。能够花费一定的金额去换取更好的服务，本身就是一件节省时间的事情。但是就很多普通人的消费习惯而言，大几百办一张会员卡然后再消费是一件很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是对于有钱人来说，高品质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其次的。综合中国国内的超市经营状况，国内很多大型超市的经营状况都不容乐观，除了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人流量会大一些，其他的时候超市内的消费者都是稀稀落落的。更有一些大型超市因为没有消费者而选择关店溜之大吉。那么为什么在国内超市纷纷倒闭的时候，盒马和山姆这两家超市却能够在我国的消费市场中开得火热呢？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因素是我国经济变好，有钱人变得越来越多了。在2019年的时候，我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1万美元，私家车的保有量更是突破了2亿。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对于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已经不是普通大型超市所能满足的了。其次，无论是山姆还是盒马超市，他们在经营模式上并不是简单的依靠着进口品牌产品，然后再进行销售这种简单的销售模式，而是通过会员的反馈以及对于数据的分析，对自家产品进行创新。例如山姆的巧克力千层蛋糕这款爆品，就是山姆超市根据会员的需求直接研发的。对比之下，其他任何非会员制的超市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服务，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就是这两家超市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根本原因。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